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南沙的邮轮母港这边啊。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国际邮轮可以出发到达的地方。而边上呢，就是珠江出海口的地方了啊。刚刚呢，我在这个邮轮母港上面的商业中心啊，其实还并没有完全开张，叫丰海汇。3楼的一个湖南餐馆吃了饭啊，有点辣，吃得我满头大汗。刚吃完饭呢，我就请我太太开着车到某一个地方呢等我去。我呢就骑着我的小车想去走一段天后路，非常美的一条林荫小道，然后从那边呢可以去到南沙湾的大角山公园附近那边的一条海滨大道啊。这边呢就是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这个呢就是这一座还没有完全开张一个商业广场。楼上呢一共分了好几层的平台啊，走到最高楼呢就可以观海看虎门大桥，正好呢也有一艘邮轮停在那边啊，当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邮轮。刚刚呢我就从楼上呢去走了一圈啊。好，现在呢我就在邮轮码头边上的这条挺漂亮的马路上啊，骑行一圈，到前面的再掉头走一段天后路去。今天风很大啊，我得把我的帽子绑紧一点，否则的话就可能就飞走了。好，这样应该比较安全了。除了邮轮母港啊，下面几层呢就是商业中心，而且呢也有面海的写字楼、公寓啊，占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这个邮轮母港的边上呢，就是港澳码头。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这个邮轮码头啊，你可以看到那些长廊，它伸出去的栈桥呢，可以搭到这个邮轮上。再往前方的那条桥呢，就是虎门大桥了啊。这边环境相当不错。好了，我在这边掉头往回骑。
今天呢是一个台风天气啊，据说有个台风名叫小泉的啊，不知道是在哪里登陆，就会给这边带来风雨。这边受到的影响呢，首先就是刮大风啊。现在在我的右侧是一排有着棕色瓦顶、低层的一片建筑啊。这边呢，就是以前最早有霍英东先生他们这个家族开发的一个商业地带吧。现在基本都是荒废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后面呢，起了很多楼，这里的地皮呢，基本上都是霍家拥有的。那这些低矮的建筑呢，就等着很快就会更新换代啊。所以对于一个资本的大家族啊，大概没有比地更值钱的东西了。囤了几十年的地啊，霍先生已经作古，而他的家族、他的后代子孙啊，受惠于霍英东先生的眼光和魄力啊，以及和这个国家多年来结下的交情，才使得拥有这么一大片的土地。几十年之后啊，正是他的子孙收获的时候。现在我镜头正对着呢，就是南沙客运港。到这边呢，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龙这边啊，海港城吧，应该也可以直接去到香港机场码头，甚至呢，可以在这边办理行李托运，直接就可以在那边直机。而我正对着呢，就是霍家的南沙大酒店，据说是他的孙子啊，在这边办婚礼的地方。好了，现在呢，我要去找一条天后路啊，一条非常美丽的小道。右侧呢是南沙客运港站，应该是4号线的终点站了吧，就是南沙最早的一条地铁。左前方呢，一大片的高楼啊，是星河山海湾，相当不错的一个位置啊。这条路是港前大道南。
这边呢有个学校是广州市英东中学啊，就是霍英东赞助的一个学校，看上去维护的相当不错啊。这一片地方呢叫广州南沙湾啊，广州南沙几个知名的区域之一。这边呢有个公园叫浦洲花园，霍英东题的字啊，也是霍家捐建的一个花园。但因为是公园啊，我相信自行车也不让进去吧，我就在门口到此一游就好。我自己的单车可以进去吗？谢谢啊。这里还相当不错，幸好问了一下啊，自己的单车还是可以入内的，只是这条石子路有点蹬。虽然呢，单车是可以骑到这个公园里面，但这条路啊都是有那种小的石块砌成的，非常的颠簸，并不适合骑行啊。但进都进来了，只能奋力向前了。南沙来了那么多次啊，还真是第一次到这个蒲洲花园里面来，看起来是很美的一个小公园啊，供大家在这边休闲，可以散散步的地方。除了铺了这些行走的路啊、骑行的道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装点，还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公园啊。这边有几棵大榕树，长得非常的漂亮。你看那些根须啊，好像很有年头了。也有一个小湖啊，可以划船。终于呢，骑到了这些比较平坦的路上了。这边呢，也可以有自行车的出租，这样的路骑起来就舒服很多了。
看来公园里面可以露营，但是好像要收些钱啊。第四还是相对平坦的一个小公园，适合骑行。这边有一个可爱的雕塑啊，远方的山上呢有一座宝塔，但我叫不出名啊。虽然呢说不上是一个大公园啊，但是占地面积其实也不小。我骑到现在应该10几分钟应该有了吧，感觉还是远远没有骑到头啊。天后宫沙滩方向啊。怎么骂的那么自然呢？骂小心啊！人家好动不动就伤人了，要么狗男人，要不然是臭男人。没有说臭是臭男人。最后有
这边呢就是一片湖区了，风景相当不错啊。右侧的宝塔、山壁啊，相信呢天后宫应该就在这个山上吧。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南沙湾的蒲洲公园，有霍英东先生捐建的一个小公园，里面呢骑行了10几分钟啊，感觉还是非常美，很自然。虽然朴素啊，但是也是应有尽有。你看，我现在站在一个小湖边上啊，天气好的话，节假日我相信有很多家长会踩着这样的小船啊，在湖里泛舟。我的后面呢，应该是一个宝塔，但是我叫不出它的名。而且我理解啊，这个山上呢，应该就是妈祖庙、天后宫啊。这里呢是很多人到这边来祭拜妈祖、游览名胜的地方。好了，今天很高兴啊，能够到这个蒲洲花园里面啊来骑段车，因为之前呢路过很多次，但是想这些公园呢应该是不让进来骑车的，幸好我今天稍稍问了一下，结果门口的保安还不错，虽然写着共享单车不准入内啊，但是私家的单车还是没问题。只是呢，我现在啊推着车走几步，因为这个石板街啊，这个搓衣板路实在是对骑行很不友好，我就担心我的轮胎会不会在这边爆胎啊？因为有很多的坎，有很多的石坑啊，轮胎很容易卡在里面。好，我已经看到前方有平整的马路了，在这边呢应该有一个出口啊，看看能不能从这边呢直接出去，去到天后路起段。这边呢有一个小门出来啊，边上呢有很多的单车可以租借，而且呢这边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对面的一个牌坊不错啊，水乡一条街，应该是一个公园的配套的一些设施吧。好，那我现在呢准备骑到后面啊，看看这条路可以通向哪里。
这边我好像从来没来过哎。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想必也是水乡一条街的那些商铺啊、餐馆之类的吧。也有一些餐馆和卖小吃的商店。就在马路边上呢，有一个山门呢，我看看这是什么所在呢？应该是个纪念馆吧，介绍霍英东的一个纪念馆吗？这边有一个霍英东事略啊，专门介绍霍英东先生的事迹。2006年去世的，应该是个纪念馆啊，暂为开放。就在这座有着妈祖庙的山脚下啊，建了这么一个纪念馆。原来呢，这边已经到了南沙天后宫的入口了，但是我想应该是到此止步了吧。以前陪老人家曾经来过几次的一个天后宫。我就直接人走一家进去出来就好了嘛。看看这边有个天后宫的导游图啊，还是蛮大的一个天后宫的园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的啊，但今天我们肯定是不会进去的。后天以后啊，而且今天还关门，可能国庆假期之后啊，它也在闭园，稍稍的休息几下啊。但这边我看了一个南沙区文旅体消费券啊，给大家有些补贴。如果有这个券的话呢，你景区就可以免费啊，但有些景区呢打5折，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促消费的举措。好了，这里也不能进啊，反正即便可以进，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进。我们赶紧去找天后街吧。这里呢，应该还是水乡一条街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餐饮、商店的聚集区。但这条路真的很不错啊，边上就是一条小河，非常干净。只是这些商店啊，今天大部分都应该关着门吧。原来里面别有洞天啊。
你看啊，也有小桥流水、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啊。从这边呢，又可以再进到普州花园里面啊。但我刚刚出来，我们就不进去了。老茶坊，喝茶的地方。第一次来到这个里面啊，还是有些新奇感。所以呢，在这个商业街区啊，骑着车稍稍的逛一逛啊。这个小商业街还是相当不错的，既有广式的建筑风格，又隐约的可见江南水乡的韵味。这是一座玉带桥。好了，那我就离开这里，继续赶我的路。好，待会儿给我打电话，我接你吧。这条就是天后路了呀。接了咱们三轮台，你没准那边玩弄完后还要到别的地方，是吧？我这一出啊，直接到那儿就好了。天后宫关门了，不让进了。然后去海边看看海，对我们说好。原来这边呢就是霍英东纪念馆，在这面半山腰上啊，非常庄重的一个古朴的建筑物。明白了，原来是在这里。刚刚见到的应该是它的后门。今天有点意外啊，也很幸运呢，能够在南沙的蒲州花园里面骑行一圈。刚刚从邮轮的母港啊，骑着车经过南沙大酒店附近，来到了蒲州花园。不仅在蒲州花园游览了一番啊，还骑到了南沙的天后宫。虽然今天呢是公园休息日，还发现了霍英东纪念馆就在边上。那我就把这一段呢当做我今天在南沙骑行的第一段吧。在天后路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拜拜。